Yo，what's up？ 欢迎回到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要来试驾一款大家非常期待的车型哦，就是一台在马来西亚即将发布的 D Segment SUV。它不单只是 SUV 罢了，它是一个 Premium Off-Road Coupe SUV。所以讲到这个名号，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啦，就是即将发布的 J-Cool Omoda C9。 影片开始前，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HD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突然间又变暗，你过桥底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这一台 A510呢，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车牌号码、车身款式、颜色，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当然，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这一次 A510也是有这一项功能，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只要安装一个 A510， 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 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有 Shopee、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这款 J-Cool Omoda C9 呢，之前在我们的 channel 就已经有详细的为这一台车做了 Exterior、Interior 的介绍。今天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为大家带来这一台车的驾驶体验。这台车呢有7个 mod 可以选择啊，当然马来西亚不会下雪啦，它有下雪的 mod， 有沙漠的 mod， 有泥 mod， 有各式各样的驾驶模式。我们选择来到这个巨大的场地啊，这里是一个 car park，J-Cool 已经把它包下来了，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好像 Gymkhana 这样子的地方，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试到 Slalom， 我们会试到8字弯，我们会试到一个 U-turn， 我们会试到从0开始加速，然后再一脚把车刹停。这个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环节哦。现在我们在上路体验之前，先上来看一下这台车有什么特别啦。哇，马来西亚的天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热啊，很晒，很刺眼。但是一坐进来这台车嘞，很舒服，因为 Interior 全部都是黑色，看到吗？我很喜欢这种黑色的 Interior。在艳阳天啊，它比较少那个反光反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一种感觉啦，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黑色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 screen， 这个 screen 哦是2个12.3寸组成的啦，可是 J-Cool 官方宣称它是24.6寸，12.3加12.3等于24.6，又好像没有错啦，可是又好像有点怪怪啦哦。整台车的 Interior 啊，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氛围感，因为很多人知道我们在之前就有拍摄过这台车的 Exterior、Interior， 也看过整台车了，所以很多人就会好奇这台车到底坐在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会不会有那种 fake premium 的感觉啊，就是假高档。你千万不要因为听到它是 J-Cool Omoda C9 这个 Omoda 的字啊而对它有偏见。这台车 launching 过后，你一定要到 showroom 去看这台车，你一定要坐上来，你一定要摸它体验它，你就知道我讲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它给我的 feeling 就是那种一些比较高端的日系品牌的
interior 吗？就是那种感觉，它的用料啊、材质啊，完全没有跟你吝啬，很大面积的都是这种 soft touch， 我很喜欢。尤其是它的整个 dashboard 的排列方式，没有那种故意要变得很 fancy 的感觉。然后整个坐姿啊，我觉得 D segment 就是 D segment， 非常舒服，多段式的这个电动调节椅子，可以很好的调到我想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一辆车的 interior 真心讲很舒服、很舒适，也不是那种假高档。这一点大家要真正现场摸这台车，体会它，你就知道我讲什么了啦。OK， 现在我们要来试驾的就是这一台万众期待的 Jayco Omoda C9。在我们开始测试之前呢，我们先要调整一下它的椅子。它的椅子是全电动多段式调节哦，而且还有 Memory Seat。方向盘方面也是可以用到电子调节的方式来做到我自己想要的一个位置啦。那我们现在就要启动这台车。当然，它的排档杆不像一般的，好像 Jayco 的 J7 是在正中间的 Center Console， 它的排档杆是像 Mercedes 一样，在你的方向盘的后方，就是一般日系车打 Signal 的位置。所以这个可能一开始要先适应一下下啦。那我们现在来到的第一个 session 呢，就是要做 Slalom。以一台 D segment SUV 来讲的话，做 Slalom 可能那个效果应该不会太好，但是这台车它有这个 CDC 啊，主动式的这个电子悬挂，我相信多多少少都会为 Slalom 还有过一些路墩做到一些更好的回馈，还有避震。哇，今天的天气真的是超级热啊！幸好这一台车的冷气呢还算不错，然后操作界面也很简单了。好，现在就来 Slalom 一下。OK， 我觉得它的这个 Slalom 还不错哎。现在我们来过这个路墩。它的这个 suspension 啊，感觉是挺不错的嘞。这个 CDC 啊，不是空穴来风讲爽的但是这个八字弯的转弯 radius 就稍微有一点点大，侧倾还算是蛮明显的，因为这台车 D segment SUV 嘛，我们一般上在路上是不会这样开车的所以既然它可以这样来操作，在一般上的公路上使用的时候，绝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来到的这个环节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了，就是尝试一下把这台车从零加速到高速过后，再一脚刹停。好，一脚油门踩到底啊，一脚踩停。这个刹车真的很好，我喜欢这个刹车力道。然后整台车很大台，但是大台到不会难操控当然，这个540度的全景环绕影像可以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要停去哪里，非常的高清。它的整个操作逻辑，我个人也很喜欢，尤其是它的冷气操控界面。现在很多车都喜欢把冷气整合在它的中控荧幕里面，我不喜欢。这个是旋钮，让你一边开车的时候，你想都不用想，也不需要去滑动你的荧幕，直接把手伸过去转一转，就可以调整温度跟风速。这一点真的太赞了，整体的表现确实是很不错。我觉得比起 J7， 它又再更加进步了一点尤其是在做这个静止状态加速到高速，在一脚刹停的时候在 J7 我给它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 J7 呢它是用 Twin Pod 的 brake caliper， 那这一台车呢，我相信它的 brake caliper 应该也是 Twin Pod 的 brake caliper， 所以刚刚在一脚刹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就是这个刹车力道是非常的充足。整个加速的动作呢，我觉得一脚油门下完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的迟滞，就是有慢少少。但是，一旦开始启动过后，整台车一起步过后，这个加速感还是蛮明显的，还是有少少的贴背感。所以这一套引擎搭配上这一套爱信的8速自动挡，它们呢互相之间的搭配，我觉得感觉是很好的。OK， 看完整个试驾体验过后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这台车发售，没有错，包括我也一样。这台车很快将会在马来西亚发售有2个版本 ，Dual Wheel Drive 跟 All Wheel Drive。All Wheel Drive 版本呢，预计售价是195千但是以我个人的猜测啦，我觉得这个价钱一定会再更低。如果我讲错的话，到时我才打脸我自己啦。但是我就是觉得一定会低过185跟195，这个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啦。有谁跟我一样非常期待这一台车 launching， 期待看到我为这一台车做更加详细、更加完整的试驾影片的话，都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如果到时候我长时间体验这台车有不好的缺点，我一定会点出来。一直关注我的频道的朋友，相信都知道我的影片作风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你们不只想要看到是优点，而要看缺点的话，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小铃铛一定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